欢迎收看北境讲文化大革命第3讲，1949至1962累积的恶。我们这门公开课呀，主要做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是把文革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个真相、那个史料啊，一一呈现给大家。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在此基础上，我们进行反思，与现在进行结合啊。那个反思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现在以及未来文革的重演。那文革归根结底啊，它是一种极权主义，这种政治制度下的那种狂热的群众运动。那它是暴力式的，它的破坏性极强。那么我们就首先要回到极权主义这个词。什么是极权主义？它是一种对整个社会是一种权威式的，那么想要去控制公众以及控制每一个私人领域的这种政治制度。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种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那么这个政治制度当然是从苏联学来的，当然这个还不是最根源的按照许成刚教授的考证，那么这种极权主义可以去一直追溯到在法国大革命到宗教改革，再到基督教到犹太教等等，一直可以往上去追溯。那么这样的反思我们今天不在这里展开后续呢，我们随着去讲，慢慢的去融入也有可能在后面单开一讲来专门的去追溯那个根源。但是我们知道人们为什么会愿意去接受这样一种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来管理自己压迫自己，就在于极权主义前面还有一个前缀在中国叫共产极权主义，就是拿共产主义这种天下大同均贫富绝对的平等呢，这一套那个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赋予这个一个意义让你觉得你必须要接受这个极权主义因为我们目的是共产，所以加在一起是这个共产极权主义，让当时的中国人接受了这个制度，接受了这个共产党被洗脑，最终被压迫然后一路最终发生了文革。当然我们知道后面有没有可能再重演？有人说现在的中国人已经不相信共产主义这一套了都知道那只是一些口号。那么我们把共产2个字从极权主义前面拿掉，换上一个词儿，换上民族民族极权主义。当这一切重来的时候，依然有可能去爆发这种狂热的群众运动，还是暴力的，还是破坏性极强的。这个可以由一个领袖来煽动起来，它也可以由底层的民众自发的组织起来用过去的已经习惯的这些语境这些做法，然后再去 copy再去爆发一次文革。那么这个民族极权主义，我们知道民族就是你去煽动这些民族主义这些民粹，最终让大家觉得我们也要接受这个极权主义，所以这个都是非常危险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稍微收束一点我们先暂时不去讨论形成文革的那个最初的最根本的根源我们现在拉回到这个历史时间线来，我们来看一看究竟在文革之前我们从1949年先看到1962年这13年之间究竟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这13年之间所累积的恶有哪些真正去影响了导致了后面文革的发生我们边讲边分析。首先我们都知道1949年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那么建立呢，他要去建立这种政治制度那么毛泽东当然是去效仿的斯大林。那么这里面呢学了几个东西，比如说要实施严苛的共产制度共产制度消灭私有制我们要做这些农业集体化，还有呢学来了无限制的领袖崇拜毛泽东跟斯大林去学的废除私有财产，包括无孔不入的去监控老百姓的生活这都是一种极权主义要去，那么最终会造成这种狂热的这种群众运动，对吧？那么1949年是10月1号转过来马上就到1950年了。1950年的时候，最有意思的是斯大林反而建议毛泽东，你不要把这个农业集体化搞得这么激进，建议毛泽东完整保留富农经济体系那么让刚刚经过常年内战的中国可以早一点复原
但是毛泽东对于斯大林的这个建议置之不理，他执意要求所有的农民参与批斗传统乡绅，有时候则杀害他们。那么乡绅的财产全数交由群众瓜分，土地则在测量过后分给穷人。那么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啊，那么这个中国建立之后进行的土改啊，所谓的打土豪分田地啊，这就是一种极端的一种农业集体化啊，做这个事情。那么共产党呢，还去谋杀谨慎挑选出来的少数民众啊，就是给大家塑造一个共同的敌人，并将大多数人牵连在内啊，因为你是发动大部分的群众去杀害那一小部分你定义的给人扣了帽子的敌人，对吧？然后把他们的财产去瓜分，并且去杀害他们的生命，所以这种行为就等于把人民啊，广大的人民永久的跟这个党连接在一起了，因为大家是一起做的这个恶，一起犯下的这个罪孽。那么没有可靠的数据可以证实土地改革期间究竟有多少受害者被杀死，但是1947年至1952年间被杀害的人数应该不会少于150万到200万。另外有好几百万人被划定为坏分子和阶级敌人。1952年宣布这个土改运动结束啊。那么结束后呢，毛泽东立即与斯大林接触，要求借贷一大笔经费来协助中国工业化。那么一向爱唱反调的斯大林断然拒绝，表示中国企图达到的成长率是冒进。斯大林大动作的缩减对中国的投资，否决了几个军事防御相关计划，并且减少了苏联协助建设的工业园区数量。那么当然了，不过斯大林自己曾经主导过1929到1933的苏联农业集体化，把从农村集体农场榨取来的粮食拿去供养日益壮大的工业劳动人口，以及换取从西方进口的机械。这种做法最终导致了乌克兰和苏联其他地区出现大规模饥荒，死亡人数估计有500万到1000万人。我们都知道中共包括毛泽东有很多的这些政策，很多的这些手法方式，从他们最早建立这个党去秘密的结社搞暴动搞这种暴力的武装起义的这种做法，都是学自这个布尔什维克列宁他们这一套做法那么后续的中国建国之后的这些土地改革，这些工业化，这些计划经济，甚至后来引发的这些大跃进，这些做法也都是从苏联一点点学过来。那么但是呢，学的过程中，斯大林是唯一能够牵制毛泽东的人就是毛泽东，你看他有什么想要去苏联去借款斯大林可以否决。但是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没有人能够牵制他了。那么毛泽东便加快了集体化的脚步。这一年年底实施了粮食垄断政策，就是我们说的统购统销由整个这个政府来接管农民，你这个东西我从你这里统一的购买走统一的销售，统一的给你去供给，等于农民被绑在自己的土地上完全的连一点的自主性都没有了。那么迫使农民以国家规定的价格出售其作物。1955至1956年，中国引进与苏联国营农场相似的合作社制度，这些合作社从农民手中收取土地之前的打土豪分田地分给农民的地又通过这个人民公社又收回来了。那么它等于就把农民变成了为国家之命是从的奴仆，你不听也没办法那么城市中所有的商业与工业也都转入了国家管制之下，一切都国有。政府强征民营企业，从小商店到大工厂皆无法幸免。毛泽东称之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那么这个到1956年的时候，毛泽东的这个急速集体化的政策遭遇了重大挫折。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在苏联那边那么赫鲁晓夫开始
谴责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这些残酷的整肃、大规模的流放未经审判的裁决去批判这个斯大林。那么好，毛泽东这边也是他也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压力，对吧？那么他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都知道的1956年的这个所谓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号召大家可以给他提意见，给共产党提意见。当然了，紧接着转年1957年，他就发动了这个反右去打击报复。那么由于毛泽东在5月呼吁大众进行公开辩论，已有许多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大声表达不满，匈牙利起义更进一步引发民间骚动，学生与工人开始以布达佩斯为借镜，从事反对国家的行动。数百名学生聚集在南京市政府前，高喊争取民主与人权的口号。全国各城市都有工人罢工，抗议实际收入减少、房舍简陋以及福利金缩水。上海有一些示威活动吸引了数千名支持者参与。骚动不仅限于城市，到了1956年跨1957年的那个冬季，农民开始有退出公社的，高喊反对共产党，并且殴打制止他们的地方干部。在广东省与香港邻接的部分地区，多达1/3的农民强行夺回土地，并开始种植自己的作物。中国其他地区也有农民带着自己的牲口、种子和农具，成群离开公社，一心一意要自食其力。由于毛泽东以人民的支持者自居，并且捍卫他们的言论自由，所以呢，共产党没有立场去镇压民众的这种反对运动你所谓要站在人民这一边嘛，你怎么能够反对人民呢？那么1957年2月，毛泽东更进一步鼓励原本抱持观望心态的知识分子让你们畅所欲言。他以诚恳的言语列举共产党犯下的严重过失，并以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这些严厉的字眼谴责共产党。毛泽东在谴责共产党毛泽东呼吁一般民众表达自己的不满，借以协助党内官员改善其工作，纠正社会不公的现象。他利用全国各地罢课、罢工的学生和工人，当做一种警告他的那些党内同志的手段。这一切你看发生在1957年距离这个1966年的文革呢还有9年，但是呢，这已经预示了后来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些作为，都是有这个前因和一些预兆的。那么你看回到1957年很快的一股批判浪潮爆发开来。那这里边呢，毛泽东有一点失算，就是毛泽东原本觉得他跟群众站在一起，他是希望群众会争相的拥戴他。那么激进分子呢，会按照他的指示去惩罚那些排挤他，并且呢，把这个毛泽东思想从党章中删除的这个共产党的一些人他原本希望达到这种效果，但是没想到民众呢，只是写出了支持民主与人权的标语，有些标语甚至要求共产党下台。那么自1956年夏天起，便有零星的学生罢课和示威事件，但此刻走上街头的学生已有数万人。1957年5月4日，大约8000名学生在北京会合，纪念5·4运动周年。那5·4是爆发在1919年的那个运动。那么当时呢，这些群众打出了一面民主墙，上面贴满了谴责共产党、打压国家教育机关自由民主的这些大字报和标语。在上海呢，地方干部遭到愤怒的示威群众斥责、羞辱与嘲弄，数以百计的企业发生了大罢工，参与的工人多达3万名以上，规模为中国历来之最，甚至超越1930年代国民政府全盛时期所发生的罢工。群众不满的程度激怒了毛泽东，他派邓小平负责一场运动这个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1957的反右运动把50万名学生和知识分子打成了意图摧毁党的右派分子，很多人被流放到了偏远地区接受劳改。
那么毛泽东的赌局产生了反效果，但是呢，有一个对他来说有益的，就是他和他过去的这些战友这些党内的死忠分子再度联手，他们决议镇压人民。那么由此，毛泽东回到党的决策中枢之后，一心想促成极端的农村集体化，他就要做的比土改那个时候比建国之后的那一段时期，他想做的更激进。在经历了5、6、5、7的这个所谓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后那他怎么做呢？1957年11月，他和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主席受邀到莫斯科参与10月革命的庆祝活动。这时，他称赫鲁晓夫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以此表示对他表面上的忠诚。但是他也会刁难这个对手，不放过贬低他的机会。那么赫鲁晓夫终于宣布，苏联在肉、奶及奶油的人均产量将会追上美国之后，毛泽东也大胆的声明，说什么呢？说中国会在15年内超越当时被视为工业大国的英国。当时说的是15年超越英国不是后来的这个3年5年什么赶英超美，还没到那么激进的口号那时候毛泽东喊的是15年，但是这个时候基本已经宣示了大跃进的开始这就到了这个1958年了。1958年开始大跃进他们是等于将农民又集中到这个人民公社里，这是从社会主义跃进到共产主义的象征。大跃进是这个意思要从这个社会主义跃进到共产主义，要快点的进入到共产主义，我们不愿意更多的停留在这个初级阶段了。农村地区的人民失去了住家、土地、财产和生计，在公社食堂里按照工作量多寡来分配的少许食物，成了用来迫使人民遵从每一道党的命令的武器，等于就是拿这个一点点食物来当武器，你不听话就不给你吃。加上民众的私人财产和牟利动机都没有了，所以呢，这些实验就导致了粮食产量锐减现在经常说59年开始的这个3年大饥荒，没有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自然灾害的，不是说中共宣传的那个所谓3年自然灾害，没有自然灾害是纯粹的人为造成的大饥荒。那么粮食减产之后然而地方干部呢，你还为了应付上级施加的压力，不但没有发出警讯就向上面报告反而往上报告的是越来越高的虚假的产量。那么他们为了保住工作，便将大部分的作物收成都上缴给国家。你为了完成上面的任务嘛又不把底下的实际的困难告诉，那么可想而知底下的这些农民就得挨饿度日。1959年的夏天，党内领导干部聚集在庐山开会，彭德怀和其他人他就谨慎的发言，就批评了这个大跃进。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当时出访波兰的波兹南市，也是公开的批判斯大林统治下的人民公社制度。这两股势力加在一起就会让毛泽东觉得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苏联那边赫鲁晓夫党内这边是彭德怀这些人对他的一个攻击，所以他就会觉得怀疑有人密谋要推翻他，由此他就把彭德怀以及彭德怀的支持者当时打成了叫反党集团。这是59年的事情。那么我们回到这个人民公社最常见的武器呢，包括对全国是食物吃的。那么挨饿就成了最先采用的一种惩罚。在全国各地因为生病而无法工作的人都会被断粮。那么老弱病残者不允许进入食堂遭到蓄意的饿死。这是当时发生在中国的事情。例如有一个干部引述列宁的一句话，叫不劳动者不得食。由于地方干部背负的压力是产量数据而非人命
要确保他们达成北京那些决策者定下的指标，所以他不用去考虑那些究竟死了多少人，他只用考虑那些造出来的虚假的数据，所以由此间接害死的人不计其数。这场政治实验以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集体屠杀之一告终，至少有4500万人因过劳、饥饿或遭受殴打而死。4500万人，这个数据啊，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刚才念的这个数据来自冯克的文化大革命这本书我现在给大家念一念杨继绳的天地翻覆这本书里的数据，是说死了3600万人。他在这本书里是这样写的，就是从1958到1962的这场浩劫在信阳、在通渭、在凤阳、在徽州、在罗定在济宁、在四川省、贵州省的不少地方，一些家庭全部死绝，有的村庄死的毫无人迹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野菜吃光了，树皮啃光了，鸟粪、老鼠、棉絮都用来填肚子。在挖观音土的地方，饥民们一边挖一边大把大把的往自己嘴里塞着观音土。死人的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据可靠资料的分析，人吃人的事件全国有数千起。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却有几千万人死于饥饿，却有大范围的人相食，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艺术。产生大饥荒的直接原因是三面红旗，根本原因是集权制度。所谓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大跃进就是经济上高速度发展，即倾全国之力实现政权确定的某一经济指标。人民公社是农业集体化的极端化，也是集权制度的基层组织。在城市经济实行国有化的同时，农村实行经济集体化，一切生产资料收归集体，生产队种什么作物，种多大面积，用什么方式种植，农民和生产小队的干部没有权利决定。农村生产的粮食、棉花、油料等一切产品全都由国家统一收购、统一销售。每一个农民吃多少粮食，吃什么样的品种，由县以上的党政机关决定。农民在政治权力的高度禁锢中劳动和生活，他们的生活资料由政府严密控制下的集体组织，就是这个人民公社来保证。一旦政策失误，人民公社失去了保证能力以后，由于农民被捆住了手脚，死到临头也不能采取自救措施，只能坐以待毙。我觉得观众朋友们，如果对于那段历史你无法去体会的话，你就去想象一下，在疫情期间中国封城的时候，不管是哪个城市包括后来最可怕的上海封城的时候，你的一切的行为都被监控，你的一切的获取一个粮食的行为都被政府严格的管控。那么当他这个配送不利，当他政策失误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你只能困在原地等着被饿死。而且在1958到1962年这个大饥荒、毛氏大饥荒期间，这个可怕的程度管控的程度被禁锢的程度，要比封城的时候还要去强烈100倍、1000倍、10000倍。所以饿死几千万人的事情就是这么发生的。我们继续念大跃进使农村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粮食大幅度减产。但是大跃进期间浮夸风盛行，1958年各地大放粮食高产卫星，说亩产粮食几千斤、几万斤，产量吹得这么高，国家从农民那里征购的粮食就多。因为你吹得高嘛，你底下的基层官员向上面报的说我们这边产量很高，那你就要上缴的多嘛，那实际就没有这么多，那你就拿走的更多，给农民留下的就更少。农民的口粮、种子、牲畜的饲料都被国家拿走了，还不能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
就怀疑农民隐瞒了产量，私分了粮食，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反瞒产私分运动，用种种刑罚摧残被认为你瞒产了、私分了的这些基层干部和农民。在人民公社里设有公共食堂，农民的口粮集中到食堂，家庭不让生火，锅碗都被收缴走了。所以这些每天吃饭打饭要排长队。那在居住分散的山区，从家里到食堂要走很远的路程，食堂的饭菜质量很差，公共食堂为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化创造了条件。生产队长是一堂之长，就这个食堂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因扣饭而把人活活饿死的惨剧各地都有。公共食堂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肠胃里。地方政府不让饥民求救，信阳地区公安局就扣押了求救信12000多封，不让饥民们逃荒。河南省潢川县设立收容所67处，共收容企图出外逃荒的农民9330人，在收容所里毒打、致死、致残2195人。大饥荒期间，有不少农民是被干部活活打死的。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卫平写的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中提供了这样的数字：光山县和潢川县两县被打致死2104人，被打致残仅潢川县一县就254人。据不完全统计，光山县共打死、逼死社员1065人，其中当场打死226人，打后死亡360人，被逼自杀479人，其中基层干部被打死29人，打残46人。对不听话的农民，因饥饿而偷吃的农民实施的刑罚有数十种之多，残忍至极。贵州省梅潭全县在反瞒产、反盗窃运动中被活活打死的群众1324人，打伤致残的175人，关押死的200余人。造成大饥荒的错误的政策能持续多年而得不到纠正，其原因是没有新闻自由，没有反对党，对毛泽东的政策只能歌颂，不可批评。1958年，毛泽东、刘少奇在三面红旗的问题上没有分歧而且刘少奇说的比毛泽东更激进。但是后面刘少奇发现问题发现的早，转弯呢比毛泽东快。那么他呢对于这个三面红旗就有了动摇，产生了动摇，这就使得毛对刘少奇有了不满情绪你跟我不站在一起了嘛，对吧？那么对饿死3000多万人的责任，这就成了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纠结。文革中说一点文革中北京市委内部有一个群众组织揭发了所谓的唱官楼事件。唱官楼事件呢，就是1961年的1月，彭真让北京市委秘书长向子明组织，邓拓指导，10多人在唱官楼用了10多天时间，查阅了1958年以来下发的中央文件，在里边呢寻找中央和毛泽东的错误和缺点，写了近2万字的材料，名为《中央文件摘要》，以绝密件送给彭真等人。这份揭发材料还说，唱官楼事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杨尚昆、邓小平的指使下，让中央办公厅查阅1958年以来的中央文件。杨尚昆的一条罪状就是把大量的机密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给别人抄录，严重的泄露党的核心机密。那么大概指的就是这件事情。所以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就是杨尚昆邓小平包括彭真他们就是在追查饿死几千万人的责任。一部权威历史书说，唱官楼报告事实上几乎可以肯定了对毛泽东本人工作的严厉批评。那么康生在得知此事后，专程到上海将这个事情密报给毛泽东。那么整个这个就加剧了
中共上层的这个政治斗争。那么从行业上来看，后来的文革的发动以这个文艺界为突破口内容上是说文革是大饥荒问题上做文章嘛。那么毛泽东挑明姚文元去写这个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其实就是要罢这个彭德怀的官，对吧？就是坚持庐山会议对于彭德怀的批判。其实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会议上，彭德怀就是在批判毛泽东这个导致这个大跃进这些事情，实际上就是在掩盖这个大饥荒的责任很多地方文革都是以这个大饥荒为引爆点的，就是58到62年比如说66年郑州大学就贴出一份光山县一位学生写的大字报，大字报描述了信阳事件中的光山县大规模饿死人的惨状，对吧？那么后面包括河南有很多地方也是以这个大饥荒为这个引爆点，最后发生这个文革的。这个我们到后面讲到那个时候再说那么造成大饥荒的直接原因是三面红旗，那么而三面红旗其实就是毛泽东最心爱的那个乌托邦那么也就是说1958到1962毛泽东做的这个乌托邦的试验以这个大跃进的失败，以这个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为结果，那么这个实验失败了，但是他还不死心，那么他还要寻找另一次试验的机会，就是后面的文化大革命。那么我们由此说到这个再说回到这个1960年年底的时候当时这场灾难的规模之大，那么已经使得毛泽东不得不允许周恩来及其他人去削弱一些农民这个公社对于农民的掌控权，放松一点，给一点权利出来。那么地方市集恢复了，人民再度获准保有私人土地，国家也从海外进口粮食，这个是大饥荒的尾声。那么但是呢，一旦减轻了农村上缴粮食、煤及其他商品给国家的压力，那么这有些大城市便开始面临大规模的物资短缺了。1961年夏天，财政部长李先念宣布，国家粮食空虚是党所面临最紧迫的议题。农村彻底切断了北京、天津和上海的粮食供给，迫使中央不得不倾听农村的诉求。接着就到了1962年。1962年我们都知道有一个著名的7000人大会。那么毛泽东个人身上的这种个人崇拜这种光环，最暗淡的时刻就是那个7000人大会。那么如果说有任何的时机可以罢免掉毛泽东，那这就是这场会了，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当然了，没做到，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各地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齐聚一堂，互相比对彼此的这个记录，就是批评这个大跃进，包括引发的这个饥荒的这个灾难。那么甚至有传闻指出，在会议举行之前的几个月，有一个胳膊已经行动不便的这个北京市长彭真，他已经要他的属下邓拓把这个批评大饥荒及毛泽东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这个文件资料搜集起来，整理起好。那么刘少奇和邓小平都知道彭真的这一次调查行动，而且曾经避开公众耳目，在北京动物园中为慈禧太后兴建的那个行宫畅观楼，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畅观楼里，他们都已经进行了数次会议。所以当时的断言是说，彭真要在这个7000人大会上和毛泽东当面对质。那么实际发生了什么呢？实际就是当时在北京，毛泽东还是受到了这个全国来的这些代表的一个热烈的爱戴许多的代表非常珍视和毛泽东合照的这个机会。那么这个时候刘少奇发表了一个报告他以很长的篇幅谈论了大饥荒。刘少奇生性非常的严厉拘谨，松弛的脸上满是皱纹，
经常工作到深夜。多数领导已经不再戴帽子，他却总是戴着无产阶级的布帽。1年前，也就是1961年4月，刘少奇和其他领导干部被毛泽东派到农村调查大饥荒。他对自己家乡村子里的惨状感到无比震惊。于是刘少奇在这个7000人大会上说，湖南的农民认为这场灾祸是3分天灾7分人祸。他使用人祸一词震惊全场，观众发出惊叹声。那么当然了，还有几个人也对于这个事情认为毛泽东难辞其咎，说这么大的问题毛主席要负责任。还有一名代表说人民公社是毛主席的主意。那当然毛泽东看到这些之后非常的生气，对吧？但是他当时不好去全面的反击，所以呢他以退为进。那么毛泽东表达了极微小的歉意，他坦诚自己身为党主席也要负起部分间接责任。那么这一招呢，就让他的底下的一些其他领导人也都要跟随。那么这里边就有周恩来。周恩来也开始承认就为过度征粮、夸大产量、从各省搜刮粮食及增加食物出口量，他也说他自己要负起个人责任。说这个他长期的追随在毛泽东左右嘛，自己是这个不可或缺的最高级的官员。那么在周恩来的早期的革命生涯里，他就已经决定永远不质疑毛泽东。那么但是呢，毛泽东还是经常有一些情况会去贬低周恩来比如1958年的头几个月，毛泽东批评周恩来对农业集体化不够热心。那么于是周恩来就在后来的大跃进的时候毫不懈怠的工作，以示忠诚。那么此时就这个7000人大会上，周恩来又宣称这几年的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这就是在公开的拥护毛泽东。那么这里边还有其他一些人比如说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他也坦诚说他所管辖的湖北省夸大了生产数据，欺骗了北京。刘子厚也承认自己管辖的河北省有几个被北京宣布为模范的县份，其大丰收的数据是捏造出来的。贵州领导周林更进一步说出，在他的领导下，村民曾因疑似私藏这个谷粮而遭到不当迫害也就是说这些人坦诚这个自己有罪的行为，其实就把众人的关注焦点从毛泽东身上移开了，等于分散了。那么更重要的是呢，这样等于彭真想要去打击这个毛主席威信的这个力道就被削弱了也就是说北京市长彭真据说这个花了几个月准备的这些要跟毛泽东对峙的这些材料从来没有公开过。那么事实上就是共产党并没有采取手段来确保他们的这个党主席毛泽东不会再次酿下灾祸也就是说毛泽东犯了大跃进和大饥荒的这个重大的这个错误之后，反而为他在这个7000人会议之后保全了颜面。这一切都是造成了后面再次发生文革的一个先发条件。那么毛泽东熬过了7000人大会，但是同时他虽然熬过去了，但他内心更加担忧自己会失去对党的掌控这次熬过去了，下次怎么办呢？对吧？也就是说，所以在这个1962年之后毛泽东就更加的随性他就故意的把社会搞得天翻地覆去纵容助长这数百万人的毫无秩序的这种暴力行为。那么他借此呢，就是为了摧毁他的政敌，以及为了让自己留在这个党政的核心之中。那么我们这一讲就从1949年到1962年大致发生了什么讲完了那么结合上一讲，我们也看到从1949年中共建制以来，整个这个
集权主义的政治制度在运行的过程中，那么造成的官僚跟民众之间的这些矛盾以及毛泽东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建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那么这一切都是后来文化大革命可以发生的一些原因和一些准备的条件。这个条件从1949到今天讲到这1962已经越来越成熟了那么我们下一讲继续往后去讲。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感谢收看、订阅、分享。